哟，李大兵王还在倒腾你这堆破铜烂铁呢？镇上的广播都说了，那只是化工厂泄漏，大家都撤手去市区了。就你个傻子，赖在这鸟不拉屎的山头上。还有3分钟。什么3分钟？离病毒全面扩散到这里还有3分钟。现在滚！你们还能在路上多活一会儿。听听啊，这当兵的脑子坏掉了，还是这就是你们特战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？少废话！镇上谁不知道你那死鬼老爹在这农场下面挖了个地堡？哼，把地堡入口说出来，老子给你留个杂物间。今天你不说，我就让人把你这堆破烂连带你一块扬了。来了。谁来了？你那死鬼老爹！血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救命！救命啊！快救我！李哥，李爷，我有车，带我跑吧！求求你！好，我的农场，这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欢迎来到落日农场，收割时间到了，碾碎他们。检测到宿主完成，首杀收割成就，击杀感染体数量58。末日地堡系统正式激活，新手奖励已发放：初级液压钢板墙蓝图1，抗病毒种子包1，无限燃油1小时。终于来了！李爷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农场我不收了，我滚，我现在就滚！刚才让你滚你不滚，现在把门口那些尸体拖去堆肥坑，干得好赏你一口水喝。我干！世道崩坏，那我便在这废土之上种出一个新的秩序。装神弄鬼，等老子的人找过来，非弄死你不可！你等着！系统使用初级液压钢板墙蓝图，蓝图确认，检测到库存废旧金属不足，扣除积分100点进行物质转化。这他妈是变形金刚吗？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去把那边的发电机摇起来。围墙通电需要能源。李爷，您是神仙下凡吧？我这就去。围墙有了，但食物储备是个问题。系统给的抗病毒种子需要时间生长。求求你们开门啊！后面有怪物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女儿发烧了，求求你救救她。这里是私人领地，不是红十字会。我说了退后。谢谢你不杀之恩，但我真的不能走，外面全是怪物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是你的事，给我一个让你进来的理由。我的粮食不养废物。我是农科院的博士，主攻植物基因学。我刚才看到你门口种的土豆叶片发紫，那是根针感染，如果不处理，你的作物3天内都会死光。把外套脱了，转一圈，检查有没有伤口。我没兴趣看你的身体，我只是关心有没有病毒。哟，李爷，这妞不错啊，细皮嫩肉的。要不这检查身体的活交给兄弟我。在这个农场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发号施令。再有下次，把你扔出去喂丧尸，说你是博士。是我有证件在包里。不需要证件，我要看看结果。那边那块地，给你半天时间，如果治不好那些土豆，明天一早自己滚蛋。只要有工具和水，我一定能行。这是预付的报酬，记住，在这里，价值决定生死。植物学家，如果他真有本事，那系统奖励的那些高级种子就有救了。警告：检测到农场内部存在低级敌意行为，建议宿主密切关注。在这个末世，想当狗的人很多，但忠诚的狗很少。不急，再看看。诺诺，忍一忍，妈妈把这些土治好了，叔叔就会让我们留下来，以后就有吃不完的土豆了。哟，苏博士还在玩泥巴呢？我看这地里的庄稼早死透了，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？那是真菌性枯萎，草木灰碱性强能抑制菌丝，加上松土透气还有救。得了吧，秦霄那小子是会杀人的莽夫，妹子，你跟着他没前途的。不如跟着强哥，我在镇上有路子，而且这农场以后指不定谁说了算呢。这根火腿肠只要滚开，别碰我！给脸不要脸是吧？真以为秦霄会为了你得罪我？我可是这里唯一的壮劳力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我就替秦霄教训教训这个浪费水资源的废物！哎呦，谁？哎呀！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资产？李爷，误会，这娘们在糟蹋地，她在往地里撒灰，那些苗子本来就快死了，她这是在投毒啊！我是在帮您止损。检测到作物状态更新，濒死，复苏中。恭喜宿主获得人才，初级农业专家，奖励积分200点。无毒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这怎么可能？刚才还是黑的。你通过了，
从今天起，这片试验田归你管。可是我们的食物……系统兑换2份自热军食加肉，这是预支的工资，吃饱了干活。我不希望我的员工饿死。李爷，那我呢？我也干了一天活了。那是你自己踩碎的，别浪费。秦霄，你也太欺负人了！我好歹是个大老爷们，宁愿给这娘们吃肉，让我吃土。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那是粮食，不能浪费。我吃，我现在就吃。里面的还有活人不？我是镇上修车的 K 叔，我有手艺，我想用情报换口吃的。修车的正缺个打下手的技工，擦干净你的嘴，跟我去门口。如果他在撒谎，今天的晚餐就是你的肉。那台联合收割者是你改的吧？路子够野，但是前铲的配重不对，撞上普通丧尸还行，要是遇上那是骨头硬的铁头种，你的传动轴得断。你能修？方圆50里，只要是带轮子的、冒烟的，没有我 K 叔摆弄不明白的。我不要别的，给我一口吃的，这双手就归你。沈刚，开门。李爷，这就一臭要饭的，咱们粮食本来就不多。开门。钛合金锯齿，液压助力，但这焊缝太糙了，是你焊的吧？一看就是业余的。虽然结实，但应力没消除，震动大了容易裂。给你10分钟证明你的价值。搞定，加了防撞梁，调整了扭矩，现在这玩意儿能把前面那块大石头像切豆腐一样切碎，不错。沈刚，去给张师傅拿吃的，2盒午餐肉，1瓶酒。酒，李爷，我来这3天了，连口酒味都没闻到，他一来就会修车吗？我会开车。开车的人满大街都是，会修车的现在比熊猫还珍贵，去拿。行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镇上现在乱套了，镇上怎么了？有个叫黑马营的伙人占了我的汽修厂，还把镇上的加油站给封了，见男的就杀，见女的就抢。我是趁乱从下水道爬出来的。那他们会不会找到这里来？迟早的事。你这儿有电有光，简直就是黑夜里的灯塔。而且我来的时候看见附近山坡上有反光，像是望远镜，估计早被人盯上了。不仅是外面，里面也不干净。喂，狼哥吗？是我沈刚，对我还活着。沈刚，你不是说在那什么农场吗？还没死？狼哥，我不光没死，我还给您找了个好地方，这简直是天堂，有电有肉有娘们，还有一台改装好的战车。好，动手，我给你们留门，这农场以后你管一半。果然，既然你想引狼入室，那我就关门打狗。该死，这线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快点，快点！狼哥他们马上就到了，来了。这就是你给客人们准备的欢迎仪式吗，沈刚？秦霄，你没睡？这就是沈刚说的只有几条墙的农场，这墙有点硬啊。老大，沈刚那个废物在那儿呢，门没开啊！妈的，敢耍老子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，把这铁皮罐头给我撞开！老板，那车头是加固的，撞上来大门撑不住多久。这就是我不让你们用枪的原因，噪音太大，会引来尸潮。是炸药！这小子有重火力，散开，给我射击！系统启动外墙高压过载模式。点子扎手，撤！快撤！来了还想走？老黑，开门，把活口带回来。我们需要知道黑蟒营的老巢在哪。李爷，我错了，我是被逼的，是他们威胁我，我只想在那边当货体呀。你知道农场最缺什么吗？缺粮食，缺肥料。刚才你说要把这里变成我的坟墓，不敢，我不敢啊！把它扔进坑里，今晚的丧尸还没喂你。秦霄，你不得好死！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！击退敌对势力，黑蟒营先遣队清除内部叛徒，获得战利品、土制枪械武、皮卡残骸，人有200升。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连根拔起吧。发了，这回真发了！这皮卡的悬挂是加强过的，大梁也没断，还有这几把霰弹枪。这帮人装备精良，还有统一的徽章，说明组织度很高。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。那咋办？咱这就几个人，要是他们来硬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败。系统，兑换初级无人机巡逻站，消耗积分500点，建筑生成中。不管他们藏在哪儿，在我的天空之眼下都是活靶子。狼哥，真不怪兄弟们没用啊！那个农场太邪门了，有电网，还有炸弹，刀疤哥连面都没见着就被炸飞了。
炸弹？对，而且那地方全是吃的，我闻到了烤肉味儿，还有电，亮得跟白天一样。既然刀疤死了，那我就亲自去，把工程锤开出来。还有，把昨天抓到的那几个硬骨头带上。既然他们有炸弹，那我们就送点礼物给他们尝尝。妈妈，我们以后都要住在这里吗？那个叔叔好凶。诺诺，凶是因为他在保护我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凶的人活不下去。我们要努力干活，证明我们有用，知道吗？干得不错。这些小麦还有多久成熟？如果是这种生长速度，3天，3天后就能收割第一批抗毒面粉。但是我们需要水。水源的问题我会解决。天哪，这帮畜生，他们把活人绑在车前面。放大画面，这招太毒了。老板，如果我们开火炸车，先死的就是这几个人。如果不炸，那辆重卡能直接撞烂咱们的大门。这就是他们的战术。那个领头的是个玩弄人心的高手。秦霄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你开枪，你就杀了无辜的人。在这个末世，没有无辜的人。K 叔，启动收割机，坐稳了。今天我们要主动出击。别停车！撞死我！别停车！别停车！别让他们进来！我不信他敢撞，那是活人。哼，他只要一打方向，大门就是我们的了。加速，给我撵过去！谁说我要撞人了？这就是物理学。还能动吗？只要没死，就能咬人。检测到目标人物霍廷战斗力评估 A 级精英，建议立即招募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给我上，杀了他！谁杀了他，以后物资分一半。你会用枪吗？我是狙击手，省着点用，子弹不多，足够送他们下地狱了。老板，闪开！尝尝俺老黑的龙须。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！杀！林霄，你很能打是吧？我看你能打多少？这是尸潮诱导信包，方圆10里的丧尸都会过来，我看你怎么死！我会回来的，下次就是蜂巢的军队。孙子真阴，尸潮要来了，至少几千只，让他跑吧，他活着才能把那个什么蜂巢引出来。林霄，农场主霍廷，原本是个押运的，现在是你的人了。现在欢迎加入落日农场的新员工入职培训，清理尸潮。老黑，把那个大家伙拉出来。好嘞。太多了，这至少有3000只。你的墙虽然硬，但他们叠罗汉也能翻进来，子弹根本不够。谁说要用子弹了？老黑，给他们降降温。好嘞，特制农药已上线。这是汽油味儿。不管是种地还是杀人，都要学会除草。击杀数飙升100、500、1200，恭喜宿主获得海量有机肥料，当前积分2800点。你管这叫除草？这是火耕，烧过的地，来年庄稼长得好。这世道还能吃到红烧肉。秦霄，我霍廷这条命以后卖给你了。这地方比官方避难所还安全。别高兴得太早，炎龙跑了，这里暴露了，而且生态链乱了。啥链？刚才的大火烧死了太多丧尸，血腥味和焦糊会飘散很远。在自然界，当大量尸体出现时，清道夫就会出现。你是说秃鹫？不，比那更可怕。我刚才去检查温室，发现地下的蚯蚓都不见了，所有的土壤生物都在逃命。妈妈，地板在痒。不是风，地塌了，是地下。最高级别警告：检测到海量生物反应源，位置地下全境，种类变异尸鼠潮，数量无法估计。全员戒备，上高处，快！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啊！完了，
围墙挡得住丧尸，挡不住他们，我们要被吃掉了。没子弹了，秦霄，还有没有办法？常规武器失效，火潮会烧毁粮仓，唯一的办法。积分余额2800点，商城推荐特斯拉磁暴线圈，售价3000点，还差200点。检测到宿主积分不足，是否开启高利贷模式？预支500积分，下周需归还1000积分。贷，给我兑换，立刻，马上！居然要手动放置！你去哪儿？下面全是老鼠，下去就是死！不下去，大家都要死！守好江离和孩子。老子滚开！启动成功，扩载模式激活，放电开始，净化一切污秽。这他妈是神迹吗？老板他到底是人还是神？系统，下次进给老子加个绝缘层，这电疗劲儿挺大的。秦霄，你快看，这些尸鼠虽然带毒，但经过100万伏特的高压碳化，病毒蛋白质被彻底破坏，反而把它们生前的血肉精华全部提炼出来了。这是最顶级的，含有微料生化抗体的有机联肥，所以被鼠群掏空的土地现在肥力爆表。只要把这些灰烬翻进土里，我们的作物生长周期能再缩短30%。霍希弗所以，既然这块地吸了这么多血，那就让它长出最狂野的粮食。老黑，别睡了，起来扩建！我要把这里种成末世里最大的粮仓，不管来的是丧尸暴徒还是老鼠，敢动老子的地，我就让他们全变成肥料。熟了，真的熟了，这是我看过最完美的麦子，颗粒饱满度是战前的2倍。乖乖，这能做多少馒头啊？俺老黑都快忘了馒头啥味儿了。别光看着，霍廷警戒老黑，启动收割机，今天抢收。收获抗毒小麦5000公斤，检测到高品质作物，奖励积分1000点。解锁建筑，初级面包房。系统，立刻建造面粉厂和面包房。今晚吃刚出炉的面包。哥，你看。那片山头的辐射值竟然是0，而且热成像显示那里有一大片恒温区域，绝对是温室大棚。可是那里有电网，还有怪物一样的机器，之前黑蟒营都折在那儿了。把消息散播出去，把那些饿疯了流民都引过来，就说落日农场在施州，只要去了就有白面馒头吃。饥饿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，只要人够多，乱起来了，我们才有机会吃肉。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面包，那种感觉像有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浑身都有劲儿了。老板，跟着你值了。吃饱了就打起精神。麦香传出去了，明天我们将面临比丧尸更麻烦的东西，成千上万穷凶极恶的饥民。给点吃的吧，行行好吧。听说你们有吃不完的麦子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那是地里长的，不是你们私人的。秦霄，他们太可怜了，我们要不要？要不要什么？开仓放粮？你信不信大门一开，他们会瞬间把你踩成肉泥，然后抢光每一粒粮食，烧毁你的温室？在这个世界，善良是死的最快的方式。可是，听着，这里没有慈善，只有交易。我不是你们的
救世主，我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大家都快饿死了，你还谈交易？你有没有人性？大家冲进去啊！他们就几个人，粮食都在仓库里。想吃饭的排好队，我需要劳动力。1. 挖战壕搬石头的每天3个馒头。2. 有特殊技能的每天5个馒头加1瓶水。3. 只想不劳而获的，现在就滚！越过红线者杀！下一次子弹会从你的眉心钻进去。现在给我退到红线后面去。姓名、技能，我能帮你管账，算得很准。不需要，这年头纸面上的数字不如一块砖头管用。去搬石头，干满8小时领完头。下一个，我是泥瓦匠，以前在城里干过大工程。哼，2分钟，砌个脚给我看。这工具不趁手，而且我太饿了，没力气。骗子！老子最恨就是你这种想骗粮吃的怂货，滚蛋！看到了吗？那个女人心软，她手里的水瓶都没舍得放下。只要冲进去抓住那个女人和孩子，粮食就是我们的。那个当兵的虽然有枪，但他不敢开枪杀这么多平民。只要人潮一乱，子弹就没用了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我都闻到肉味了。等开饭的时候，那是人防备最弱的时候，也是饥渴感最强的时候。到时候我起个头，你们就带着人往里冲。记住，抢到粮食，谁也不许撤，直接占了那座温室。凭什么他们能吃，我们也要吃？大家都是快死的人了，抢一口也是活，等死也是死。那个女人说了，人人有份儿，是那个男的私吞了，他在拿我们的命换他的安稳。冲进去，法不责众。他们冲上来了，霍廷别开枪，里面有老人和孩子。老板，我也下不去手扫射平民啊，但他们要越界了，一旦冲破铁丝网，我们就全完了。谁让你们杀人了？杀掉他们。谁给我干活？系统启动防爆无人机编队，挂载高浓度辣椒素喷雾，执行1级驱散。哭吧！啊！我的眼睛，喉咙着火了！大家都辣得睁不开眼，就你没事。提前准备了？我只是运气好，运气好到能画出我的机枪塔死角。黑蟒营的余孽吧！你看清楚了，这个口口声声为你们要口粮的人，在煽动你们送死的时候，自己却躲在后面画图，准备引外面的土匪来屠了这里，把他吊在门口示众，3天不给水喝。至于其他人，念在是初犯，罚你们所有人今天把这河给我挖通，谁敢偷懒，今晚的馒头就喂狗，挖不完谁也没饭吃。是，我们挖。要不要我带人摸黑去审一下？我有把握让他把老巢招出来。不用审。硬骨头叫不开，得让他自己开口，而且是迫不及待的开口。江林，明天早上你去给百鬼送水。送水？你要放了他，他可是差点毁了农场的人。不，我要你当着他的面，不小心透露出我们弹药耗尽的消息。你要让他觉得这农场现在只剩下一层薄如蝉鱼的壳。钓鱼？对，我们要演一出戏，把那些藏在暗处的杂碎一次性清理干净。快喝吧，秦霄疯了，他昨晚把最后的子弹都发下去了。甚至把那些生锈的刺刀都磨开了刃。最后的子弹。昨晚无人机的喷雾也用光了，系统核心出了故障，现在连电网都快维持不住了。如果你们的人再来，我们真的守不住了。我不想死在这里，如果你能带我走。快回去告诉老大！那小子是虚张声势，那个女博士被吓破了胆，亲口告诉我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没有弹药，没有毒气，甚至连电网都是摆设。今晚就动手，我要那个女博士求生不得，死而无憾。这是老天给的机会，去晚了肉都被别人啃光了。老板，鱼咬钩了，他跑的方向正是那片一直没法侦测的废弃采石场。好的好，既然喜欢秦居，那就一锅端了。我要在农场北坡布下一道死亡走廊，把你那帮难民劳工组织起来，告诉他，只要今晚守住了。不仅有白面馒头，我还会开一个罐头给他们分了，那是货真价实的红烧肉。烧肉，老板，这帮饿疯了的家伙听到这3个字，能把黑蟒营的人活撕了。那正是我想看到的。今晚这里不仅是农场，还是他们的断头台。老大，就在前面，那条护城河刚挖好，还没通水，就是个摆设，咱们的车能直接碾过去。记住，进了村，男人全杀掉当肥料，女人和粮食给我留活的。如果情报有误，老子先崩了你，把你挂在车头当撞脚。放心吧，老大，那个女博士被吓得连底裤颜色都告诉我了，绝对不敢撒谎。果然是个空壳子，秦霄，你缩在哪个地洞里发抖呢？连灯都不敢开。兄弟们，准备给我抢！
晚上好。听说你们缺子弹，我不缺。反击！给我反击！又见面了，这次没带点见面礼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种规模的陷阱，你到底有多少军火？不多，但杀光你们还能剩下不少。恭喜您已彻底剿灭区域最大敌对势力黑蟒营，声望值暴涨。老黑，把这些车能用的零件都拆了，尸体全部埋进黄城河当底肥。明天开始，我们要建更大的围墙，因为以后来求食的人会更多。老板，这地方邪门啊！这骨头怎么跟酥饼似的，一踩就碎？看着断口，倒像是被什么牛料酸泡过几年，而且太安静了，这里连个丧尸都没有，甚至连虫鸣声都没有。这种死寂通常意味着这里有一个极度恐怖的顶级掠食者。不是没有，是不敢来。紧急警告！检测到大规模高浓度酸性生物反应，威胁等级红色，来源正上方。腐蚀鸭群，全员找掩体，快！打不完，太多了！老板，这酸液连防弹衣都能烧穿，掩体在融化。老黑，躲好！这是纳米碱性中和涂层，专门克制生物盐酸。我操！这要是再喷1克钟，咱们就真成罐头里的肉汤了。老板，这鬼地方咱还要吗？撤吧，这根本不是人能待的地方。要，当然要。我的地盘，天上的东西也得给我跪着。既然他们喜欢喷酸水，那我就把他们的毛都拔光，这片天空彻底洗干净。系统，别废话，消耗所有战功积分，解锁双联装火神防空炮，顺便给我加载高爆破片弹药。秦霄，那些乌鸦不是自然变异，我在它们的唾液里发现了 Z3 型异棉剂的成分，那是蜂巢用来制造生物兵器的催化剂。这些畜生体内都有人工编辑的基因，它们是有主人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有人养的？有这种可能。如果杀星它们，可能会引来饲养员。蜂巢对资产的损失极其敏感。杀了狗，主人自然会现身。我正愁找不到蜂的大门朝哪儿开呢。既然他们想试探我的底线，那我就让他们倾家荡产。来得好，今天天上的活物都得死。火控雷达锁定目标3400个，弹药类型高爆燃烧夜光弹，射击模式暴走。给老子坠落！好，问过我的炮了吗？等等，秦霄，你看他的腿，电子脚环，这是一只侦察机。刚才战斗的所有数据，你的武器射速、防空半径，甚至反应速度，都已经通过轨道卫星传回蜂巢总部了。我们被彻底盯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自爆倒计时，还是某种诱导信号？不，那是清除倒计时。在蜂巢的逻辑里，一旦实验样本表现出无法预测的进化，或者脱离了控制，清除机制就会自动触发。我瞒了你们，我曾是蜂巢生物伊甸园计划的首席植物科学家。那个脚环意味着这里已被标记为失控实验区。72小时后，你们引以为傲的城墙，在他们眼里只是待拆的积木。蜂巢的清理部队、暴君小队会抵达，那不是人，是融合了野兽基因与外骨骼装甲的战争机器。他们没有痛觉，力大无穷，配备着最先进的电磁步枪。秦霄，趁现在走还来得及，这里的防御挡不住正规军的降维打击。暴君、生化巨人，是的，每一个都能轻易撕碎刚才那种鸦王。跑，在末世跑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块能长出白面馒头的地，你让我跑？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吃进嘴里的肉从来不吐出来，谁敢伸手，我就把他的爪子剁掉当肥料。既然是正规军，那装备肯定不错。老板，你是想……系统把所有声望值和积分全部转化为战争资源，升级防御等级。我要把农场变成一座吃人的战争堡垒，全部梭哈，一个子儿都不留。
卖相是难看了点，但这玩意儿动力全开的时候，能单手抡起一辆主战坦克。它是用死去的鸭王骨头做金，黑蟒营的装甲做皮，地狱里的火做心。给它起个名，咱是粗人，叫铁牛1号咋样？叫破军。既然他们要来清除我们，那我们就先去破了他们的军。李老大，我们听说您灭了黑蟒营，威震四方，我们特来拜码头。我不收废物。我们有人，有木头，只要您给点吃的，哪怕是一袋过期大米也行。我们快饿死了，我手下的兄弟们已经3天没见过粮食影子了。江离，给他们看看。这叫番茄，富含维生素，吃一颗能顶你们1周的口粮。这在废土上就是金子。领主大人，您说吧，要我们干什么？杀人放火都行，只要能赏口吃的，这条命就是您的了。我不缺打手，我缺资源，在我的地盘上得按我的规矩办。我要建立卫星农场制度，你们回去把你们的地盘清理干净。我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补进，而不是一次性的抢掠。每3天交一次货，我给你们种子和化肥，甚至派人教你们种地，最后用粮食结算。但如果有人想耍滑头或者私通外敌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不敢，绝不敢！以后为领主大人马首是瞻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们唯一的神。建立附庸势力成功，势力版图扩张。当前等级初级领主，每日被动收入木材100，矿石5，燃油20。资源有了，后勤稳了，现在就等客人们上门了。希望黑蟒营剩下的那些杂碎能给我带来点新鲜的乐趣。下雪了，这对暴君来说更有利。低温会降低生物酶的活性，但它们的皮肤能抗寒，而我们的枪械可能会因为润滑油冻结而卡壳。这恶劣的天气简直是在帮那群畜生。那就用热血给他们暖暖身子。火药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用我们的意志来解决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加特林吗？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常理。这些怪物是哪儿冒出来的？老板，那个拿枪的归我。早就想试试这身皮的硬度了，我倒要看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钢铁沉。剩下2个归我。攻击他们的头部，那是控制芯片的位置。还有，小心他们封印下的触手，那些触手是变异组织的延伸，速度极快。开门！来吧，孙子！老板，我顶得住，剩下的归你了。太慢了。斩！形态显放，江离说的没错，果然是生化兵器。刚才打得很爽是吧？老板，这哪里是农场保卫战，这特妈是打外星人啊！习惯就好，这只是开胃菜。秦霄，数据破解了，
这些暴君是蜂巢的 T103量产型，他们的任务不仅是清除，还是为了测实战数据。换句话说，咱们成了人家的免费陪练。好消息是，你杀得太快，那种干净利落的战斗方式超出了他们的逻辑预判。死前传回的数据显示，这里也是极度危险区，暂时不会派大规模地面部队了，毕竟他们也怕折损更多的昂贵资产。那就是说，我有了一段发育期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时间就是唯一的本钱。老板，这枪没坏，就是枪管红了。只要换个耐热枪管，加上我的外骨骼，下次我霍廷就是移动炮台，看谁不爽就突谁，那场面肯定带劲。不仅是枪，老黑，那些暴君的残骸里有高强度生物合金，把他们融外骨骼，我要它不仅能扛子弹，还能扛炮弹。我们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最硬的壳。成就达成，林东绿洲，奖励温室面积双倍，解锁作物高能土豆。当前农场物资储备充足，能源消耗指数稳定。外面是地狱，这里是天堂，而我就是这片天堂的守门人。李领主，救命吧！我们的营地没了，冻死了好几个人，求您发发慈悲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！我们愿意干活，哪怕让我们进墙根底下避避风也行啊！只要不被冻死，当牛做马都行。老板，放进来吗？这么大的雪，他们撑不过今晚，放进来就是死。温室的成长力有限，同情心在末世是最廉价的毒药，但是生意可以做。想要煤炭和食物，可以拿金盒来换，或者去废墟里给我找这些零件。我不养闲人，但我给你们活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价值决定待遇。想要活得像个人，就得拼命，这就是领主法则。矿坑营地已经3天没交矿石了。按照契约，他们的配额已经严重拖前。是不是雪太大路断了？这种极寒天气的降雪量，确实可能封死进山的窄道。路断了，人没死。昨天无人机拍他们还在生火做饭，那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可比平时还要旺。霍廷被车，有人觉得天冷，我的刀就不快了。既然他们忘了规矩，那我就亲自过去帮他们想起来。特使大人放心，秦霄那小子嚣张不了几天了。这几天大雪，他的车开不上山。等你们的大部队一来，我就带路攻破他的农场。到时候那一温室的菜全都是我们的发财本钱。只要你听话，蜂巢不会亏待你。这是给你的强化药剂，能让你手下的废料们也变得像样一点。风速12，修正完毕。老板，那个人穿的是疯婆的衣服，看那肩章是个狠角色。正好，一锅端，省得我再费2遍事去清理这些垃圾。逆袭是秦霄，快关门！狙击手在哪儿？快给我还击！慌什么？这里距离那个山头有1500米，普通狙击枪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，它连子弹的轨迹都保不住。这是炮吗？他怎么可能从那么远打得这么准？刘大巴私通外敌，死罪！我这人最讨厌不守信用还吃里扒外的狗。矿坑里的其他人听着，杀了他，把他的头扔出来，不然下一发子弹就是你们的煤气罐。我数3声，后果自负。别过来！我是老大！你们疯了吗？啊！霍廷，去接收矿坑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归我们只管，产量翻倍，让他们知道背叛我的代价，他们付不起第2次。这就叫生活啊！老板，这毛肚绝了，又脆又弹牙，在这鬼天气里吃上一口，我觉得这辈子都值了。刚才巡逻的时候看了一眼，墙根底下又冻死了2个想翻墙进来的，那尸体硬得跟石头一样，推都推不动。这雪什么时候能停？再这样下去，外面的人都会死光的。这根本不是自然灾害，这是种族灭绝。这就是末世的筛选机制，弱者淘汰，强者生存。大自然不需要怜悯，它只负责清理掉那些没有价值的零件。江离，别圣母心泛滥。你的任务是把那批耐寒小麦研究出来，如果成功了，那时才是你拯救世界的时候。现在开门，只会让我们变成冰雕。善良也需要门槛，我们现在的储备还撑不起你的仁慈。爸爸，好香啊！是天堂的味道吗？我想吃肉。是啊，里面住着神仙。乖，睡吧，睡着就不冷了。睡着了，咱们就能进去吃大餐了。霍廷，把他们埋了，顺便把墙根清理干净，
别影响了防御事宜。另外，通知下去，由于天气恶劣，从今天起，农场招收边外农奴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些不听话的劳动力整合起来。条件是签卖身契，住在大棚外围，每天工作12小时，管2顿稠粥，有暖气。虽然辛苦，至少能活命。名额只有50个。老板，这会被抢破头的。现在外面那些辽民，为了这50个位置，能把对方的喉咙咬断。我要就是抢破头，只有最想活的人才配给我干活。欲望是最好的枷锁，恐惧是最高效的催化剂。老板，成了！这就是我这辈子的巅峰之作——泰坦收割者2号原型机。我敢打赌，方圆100里之内，没有任何活物能挡得住它的一击。防御力呢？我可不想把它开出去之后，被一发 RPG 就炸成废铁。我把那几只暴君的皮蒙在驾驶舱外面了，再加上3层复合装甲。现在除非是坦克主炮直射，否则谁也别想伤到驾驶员。这玩意儿的韧性简直不讲道理，普通的子弹打在上面，连火星都冒不出几个。秦霄，我接收到了一个加密信号，这信号频率非常特殊，是战前的军用协议，是实验室的求救信号。那里保存着战前最完整的植物基因库，甚至可能有一台小型的冷核聚变反应堆。如果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的话，你应该明白那是何等的宝藏。聚变，那可是号称无限能源的终极方案。对，如果有那个，我们的温室就能无限扩建，甚至能给这台机甲提供无限动力。到那时候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能源危机，这里将成为废土上真正的永恒乐园。但是那里是尸潮的中心，也是蜂巢的大本营。据我所知，那里的丧尸等级远超外界，且防卫森严到了极点。既然有了泰坦，那就去城里进点货。既然蜂超想要测试实战数据，那我就亲自送货上门。集结队伍，带上所有的重武力，目标死城。我们要让那些怪物知道，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。目标市中心方舟实验室，路程20公里，全员保持队形。那是死城，不是观光区。谁要是掉队了，我可没时间回头去捞他。秦霄，前面5公里是万房高架，那里是进城的必经之路，但恐怕已经被废弃车辆堵死。从卫星云图上看，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废铁垃圾场。路是走出来的，如果没有路，我就开一条船。在我的词典里，没有绕路这个词。挡路者，死！小心头顶，这些杂碎爬得真快。想搭便车，票价可是贵的。辐射值轻微超标，奇怪，这里的植物长得太茂盛了，这不正常。你看那些灌木，颜色绿得有些发黑。全员警惕，这里可能有比丧尸更麻烦的东西。这地方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活着的陷阱。刚才窗户里好像有东西，我发誓，那绝对不是普通的丧尸。我也看到了，好快，根本捕捉不到轨迹。地下有埋伏，全员散开，注意脚下。黑叔，机炮预热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想拆我的车，你们怕是找错了对手。系统启动旋风斩模式，把输出功率调到最大。秦霄，前面就是方舟实验室所在的医院大楼，但是门口被一种奇怪的生物组织封死了。扫描显示那些东西具有活性。那是生物碱，坐稳了，我要撞过去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些烂肉毫无意义。
老黑，你留在机甲里守住大门，这是我们的退路。如果有什么东西想从外面进来，或者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想逃出去，直接用机炮轰碎它们。霍廷、江离，带上装备，跟我下地下3层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这地方的气味，让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反应堆就在地下3层，但是辐射值在上升，这完全不符合冷核聚变的物理常识，说明反应堆的护盾可能破损了，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吸收能量。这种能量波动非常狂暴，就像是有一头巨兽正在吞噬太阳。这地方比地狱还恶心。蜂巢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难道他们要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吗？造神，或者说造魔，在这个失去秩序的世界，力量就是唯一的真理，哪怕这力量来自深渊。是蜂巢的回收小队，他们比我们先到，但全灭了。这些家伙可不是杂鱼，连他们都没撑住，说明里面的东西超出了预料。看伤口，像是被某种巨大的钝器砸死的，不，更像是被一股纯粹的暴力直接捏碎了全身的骨头。它在吸收核能进化，难怪外面的植物长得那么快。它就是整座城市的能量中枢，它在掠夺一切。它有超强再生能力，必须切断它和反应堆的连接，那是它的能量源。没有了那些能量，它不过是一堆烂肉。霍廷，吸引好力，我去切线。妈的，拼了，孙子！看这里，尝尝你霍爷的厉害！老板，这玩意儿力气太大，肋骨恐怕断了好几根。断奶了，巨婴！检测到宿主处于绝境，是否消耗5000积分兑换一次性武器微型反木子手雷？兑换，请你吃个更劲爆的！太美了，这就是无限能源。有了它，我们的温室可以扩建10倍，电网可以全天候满功率运行，甚至可以制造能量护盾。这不再是单纯的机器，这是人类文明复兴的火种。别感慨了，拿上东西撤。刚才的动静肯定惊动了上面的东西，死城里的怪物可不会给我们庆祝的时间。老板，你们可算出来了！外面的丧尸疯了！江离，把核心装进机甲的能源槽。检测到高能反应源，动力输出提升至300%，无限弹药模式，能量武器转化已解锁。老黑，看好了，这才是泰坦的完全体。现在是收割时间，开路！能源危机彻底解除，农场等级提升终极堡垒。解锁图纸：天基防御系统碎片，全自动机械卫警生产线，解锁全新建筑权限，地下避难所2层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就是末世里唯一的不夜城。谁想进来搞破坏，就得先问问这些能量炮筒的主人。老板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。瞧这动力有核系统，瞧这传感器的灵敏度，只要那台核聚变核心不停，只要咱们从废墟鱼里拉回来的原材料管够，这条线一天能产20只，这效率还要人干什么？人会偷懒，但这小宝贝儿连电池都不用换。机器是用来执行死命令，而人是用来应对变数。K 叔，永远不要觉得机器能代替一切。人会累，会恐惧，会因为贪婪而背叛，这确实是弱点。但这些废铁，他们没有灵魂，只有指令。指令可以被编写，也可以被篡改。系统接入全区防御网络，激活狼群战术协议。协议指令已载入，当前数量50台。战术模式确认：群体巡逻，联合猎杀。乖，老板，这效率也太变态了！照这速度，以后咱们巡逻队是不是失业了？我也能天天跟 K 叔一样喝啤酒了。不，霍廷，你的担子更重了。
我要组建指挥官精锐小队，所有的护卫队员都要学会远程协同作战。不管是丧尸还是某些不怀好意的家伙，只要踏入这片土地，就只能变成机械狼的磨牙棒。秦霄，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。我结合了暴食者的再生细胞，剔除了其中的贪婪本能，并与抗毒植物的提取液进行了分子结合成。我管它叫进化孢子。理论上，只要有足够的能源支撑它的活性，它就能像瘟疫一样反向吞噬土壤里的辐射和病毒，强行还原大地本来的生机。那就让这死掉的世界喘口气吧。开始。是真花！爸爸，花是香的，一点也不臭。该死的，不是乌鸦！江离，带着诺诺回掩体。那是变异蝗虫。它们对纯净植物的感知是普通生物的10000倍。我的地盘，一根草也不许动。系统启动激光防御全能模式。江离，别难过，这些虫子在生前虽然是害虫，但它们吞噬了大量变异组织的能量。把它们收回，烘干研磨。这种高蛋白饲料喂出来的鸡下的蛋会更有营养。停，回放。老板，哪有东西啊？监控里一片平稳，机械狼也没报警啊。不对，机械狼看的是可见光和部分红外。刚才生物雷达捕捉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压杀反应，有什么东西避开了所有红外传感器，进入了主屋。全区广播：江离，低头，滚到床下去。锁定目标，检测到敌对生命特征。光学迷彩和低温皮肤，蜂巢的刺客已经能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警告：检测到该生物携带远距离信息定位模组，位置已暴露，建议升级反引擎反定位。老黑别睡了，把农场所有的监控频率全部重写。既然他们想玩躲猫猫，那我就把整座山头都装上透视眼。老板，听到请回话。这帮孙子疯了，他们有坦克，那是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，我们的掩体跟纸糊的一样。请求支援，再没支援，我就只能带着兄弟们钻矿道自爆了。正规军在我的地盘，是虎得卧着，是龙得盘着。霍廷，带着你的人撤进矿洞3层，开启防爆隔断，剩下的看我表演。继续轰！
10分钟内，我要在这个矿洞里种满我们的旗帜。长官，后方出现不明高能信号，速度超过80公里，天空中也有。他们锁定了我们的电子信号。无人机1号到10号执行顶部穿甲打击。机械狼分散突击，执行割喉协议。这就是科技代差，没意思。他们在笑，即使被咬穿了喉咙，眼神也盯着天空。那不是绝望，是任务达成的狂喜。秦霄，你是对的，我拦截到了这枚信标发出的信号波段，它不是向周围求救，而是直接穿透了电离层，发往了同步轨道。他们在用命座雷达诱饵，标记我们冷核聚变反应堆的能量变动频率。老板，外面的牲口都疯了，鸡棚里的鸡全都在撞墙，大黄缩在桌子底下怎么拉都不出来，这空气怎么变得这么沉？监测到非法能源反应堆冷核聚变，检测到违规武装组织。依据人类重启协议第14条，该区域已被列为不可回收废料。清洗程序启动，倒计时60秒。完了，那上面的一门副炮，恐怕就比咱们的谷仓大。秦霄，我们撤进地下掩体吧，或许能躲过第一波攻击。躲？地堡在那玩意儿的重力炮面前就是个现成的坟墓。系统把积攒了2个月的2万积分全部给我调出来，我要解锁那个一直锁定的选项。霍廷，让所有战斗小组进掩体，这不是演习。老黑，跟我去地窖，把压箱底的蓄能电容全部核查。开火！他们进场了，第一波冲击即将抵达。护盾全开！老板，反应堆红了，再这么打下，护盾不碎，咱们自己先炸成礼花了。那是轨道激光，它在充能。秦霄，护盾挡不住那种持续性的高温切割。老板，你疯了！你要咱们直接飞上去？这可是20多吨的铁疙瘩，那小火箭能把它送上去吗？利维坦在高空，它的能量是无限的。我们只有2个选择，在这儿被慢慢磨成灰，或者爬上它的脊背，把它拆成碎片。这是咱们的农场，谁敢在老子头上撒尿，我就去他家里掀了他的桌子。老黑，把护盾剩余的50%能量全部集中到弹射架，点火！霍廷，闭上眼，我们要穿过他们的防空火网了。霍廷，保持航向，不要管，警告信号。这帮孙子，老板，他们想把咱们在半空拆了，开启自动进防，清扫通道。敌袭！2台重型机甲跳黄成功，拦截组全员出动。快递到了，这地方归我管了。舰长，他们的装甲厚度超标，常规步兵武器无法击穿。一群地面的猴子竟然想爬上神的宝座，
既然他们想死，就给他们最高规格的葬礼，封锁所有甲板出口，放出复仇女神。老板，这几个家伙看起来不太像是能讲道理的样子啊，那就用剑教他们道理。闪开！既然已经上天，那就捅个窟窿出来。左臂连接线受损20%。斩！霍廷，这几个大家伙是用来拖延时间的，真正的杀招是内部自毁。你守住这个起降口，别让他们的无人机回去支援农场，也别让他们起飞战机。老板，你放心去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，这甲板上连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。系统定位反重力引擎舱，路径已规划，穿过中央机房，向下3层。由于宿主非授权进入，已启动内部安保机器人。等路者死。这么庞大的算力用来杀人太浪费了。系统强制改写引擎运行协议，正在破解底层逻辑。设定核心输出功率归0，重力屏蔽器反向超载。破解成功，指令已确认，母舰自重已超过升力临界点。掉下来了，老板真的把天给捅下来了。霍廷，跳！再不跳就要跟着他殉葬了。老天爷啊！这是利维坦的纳米复合外壳，这是冷核聚变的备用电池组，还有那个是反重力引擎的散热片。全员听令，封锁方圆10里的现场。江离，你带生物组去中段的生化实验室，那里保存着蜂巢最核心的进化序列资料和抗毒种子样本，那是我们的软实力。老黑，你带重工组给我把这艘船彻底拆了，不要它的引擎、它的号管、它的每一块芯片。这艘船就是我们迈向城市级避难所的第一块敲门砖。丁，宿主完成史诗级挑战，是神者，击落战略级空中母舰利维坦，获得成就奖励，积分1万点，解锁终极建筑蓝图，浮空城核心，解锁高级兵种，重装合成人卫队。蜂巢，谢谢你们的顺丰快递。评估更新，目标行销威胁等级由 A 级提升至 S 级。该人类表现出了不符合当前文明等级的战术指挥和技术反射能力。Plan B 启动，既然空中打击无法摧毁这个顽固的细菌，那就启动灭食洪水计划。通知上游的三峡湾生化工厂开闸，我要让整个盆地变成一片死海。老板，看这宝贝儿，这可是利维斯身上的原装货。我改了冷却循环，现在它每分钟能进行3次全功率射击。虽然比不上母舰，但对付地面的坦克，那就是一炮一个小朋友。还有这身皮，我加装了从母舰黑河里导出的能量偏导矩阵。现在咱们的要塞围墙就是真正的复合装甲墙。别说普通的导弹，就算是战术核弹在门口炸开，只要护盾能局够，咱们在里边连咖啡都不会洒出一滴。秦霄，数据破解完成了。赛罗，那个 AI 并没有打算放弃。利威的降临只是为了测量我们的防御极限，他真正的杀招
在地下，我在硬盘里发现了一份名为大洪水的预案，他们在水库里培植了海量的 Z 型广氏病毒原液。蜂巢的特种爆破小队已经进驻大坝，他们准备直接炸毁主闸门。一旦大坝崩坏，数亿立方米的带毒洪水会瞬间吞没整个盆地。落日农场虽然地势高，但洪水产生的次生灾害和永久性的病毒污染，会让这片土地在3分钟内死去。水工想用这种方式把我从这块地上抹掉，赛伦太不了解种地的了。土地就是我们的命，谁想坏了我的田，我就让他先变成灰。在这个崩坏的世界，人性是奢侈品，力量才是通行证。既然你们想玩大，那我就把这天捅个窟窿出来。不想被毁灭，就只能不断变强，强到让那个自以为是的神也感到战栗。落日农场全员进入1级战备，目标上游三峡湾大坝。这一次我们要主动出击，让这末世的罪魁祸首看看什么叫收割时间。老板，成了！所有的接缝都用了液压密封技术，我还在驾驶舱外层加了3层抗压钢板，理论上前深250米完全没问题。火药武器在水里就是烧火棍，所以我把手炮拆了，右臂换成了超空风鱼雷发射器，射速每分钟6发。在那玩意儿的切割力面前，就算是航母的装甲也得像豆腐一样裂开。老黑，你这审美真是越来越清奇了。这玩意儿走在岸上像大象，进了水里像大螃蟹。咱们这哪是去打仗，简直是去搞深海养殖啊！系统加载全域水下声纳作战模块，自检内部生命维持系统。指令确认能源核心载具状态2期作战模式，正式命名深海泰坦。秦霄，根据无人机的红外侦测，蜂巢的特种爆破组已经在大坝底部的轴承区专设了16枚反物质定向雷，水位线已经超过了历史极值。蜂巢不仅想淹死我们，他们还在上游投放了大量 Z3 变异病毒。一旦大坝崩塌，方圆100里的盆地将变成永久性的生化毒沼。既然他们想玩水，那我就带他们去大坝底下开个追悼会。破停，准备登机。老板，这感觉真特么憋屈，就像被人塞进了个铁罐头里，丢进粪塘，声纳上全是乱码。这下面到底有多少烂木头？保持冷静，这里的泥沙含量太高，光电雷达没用，关掉探照灯。我们切换到被动声纳模式，利用水流的压力差来感知目标。在大坝下面，光线只会引来麻烦。抓到你了！暴露了！全火力出击！鱼雷齐射，清场！破停，挡住侧翼！我去核心闸门，绝不能让他们引爆反物质雷！老板，清干净了。这帮杂碎比想象中软，但我总觉得后背发凉。这闸门附近静得太邪门了。别松劲儿，蜂巢既然敢在这儿炸坝，不可能只留几条烂鱼。
老板，墙在动！不，这他妈不是墙！警告：检测到超巨型生物反应，物种库匹配，沼泽巨章变异种，代号深渊巨妖，危险等级 S 级，领主级。破停，汇报损伤，还能不能喘气？老子的肋骨快断了，左舷装甲凹进去了，气命性暂时稳定，但这东西劲儿太大了，它在往你那边去了。体型大是吧？既然你是水里的主宰，那我就试试看你怕不怕电。系统接通核聚变核心，激活电击触手协议，将剩余能量全部导向机甲双臂，给我烧击它！该死的，视野丢了！警告：外部压力超出承载极限，驾驶舱完整度70%、60%，建议立即脱离。脱离？老子还没把它做成铁板章鱼呢！老黑，既然他想抱得这么紧，那就送他个终生难忘的拥抱。过载保护解除，启动螺旋切割模式。老板，你刚才那一招真是疯了，我以为我们要交代在章鱼肚子里了。还没完，炸药还在。妈的！这帮畜生真的下了血本，整条主承重柱上全是 CC， 只有不到15分钟。老板，这结构太复杂了，全是子母诱爆垒。如果我们强行拆除，只要搓一根线，整座坝现在就得塌。拆除？不，那太浪费蜂巢的一番心意了。江离，计算一下，如果我锁死中段和东侧的所有泄洪闸门，只炸毁西侧那3座已经废弃的旧闸门，水流冲击波会发生什么偏转？西侧，等等，西侧大坝下方是枯水期的古河道，地势极低。如果洪水从那里宣泄，水墙的高度会因为河道狭窄而瞬间抬升，它的路径将完全绕过我们的农场，直接冲向15公里外的那个废弃的重工艺园区地。赛云费尽心思把几千精锐调到下游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请他们喝口热乎的。霍廷，帮手把剩下的所有炸药全部集中到西侧那个最薄弱的中城墙边上，我们要给洪水开一条绿色通道。倒计时还剩3分钟，霍廷，撤！好戏要开场了。还有2分钟，这种级别的海啸不仅能把秦霄的破农场冲垮，还能顺便清理掉那些没用的难民。到时候我们要的只有那台冷核聚变反应堆。长官，大坝那边还没有传来爆炸声。别急，反物质雷的引爆是寂静的。不，大坝插错位置了，快撤离！老板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下棋了。你这一手借水杀人，不仅把大坝的威胁解了，还把蜂巢的牢底给抄了。这只是利息。老黑，让所有的机械狼群和2栖机甲出发。洪水过后的淤泥是最好的掩护。告诉我的人，只要是喘气的蜂巢士兵，一个不留。我要让这片河谷成为蜂巢的集体墓地。检测到敌对势力蜂巢地面集群全军覆没，
达成史诗级战绩洪水判官，获得积分15000点，解锁终极蓝图末日移动基地车泰坦级。三人，你的水放完了，现在该我反攻了。发了，老板这次真的彻底发了！你看看这扫描数据，这些坦克的复合装甲里还有30%以上的钛合金，还有那些动力盔甲的碎片，全是高纯度的稀土材料。还有这些，虽然火药被炮废了，但这弹壳可是上好的黄铜和特金刚。老板，有了这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咱们那台远征车队的主框架3天就能成型。老黑，别光看大件，让打捞队细一点，哪怕是一颗耐高温螺丝钉，或者是传感器的碎片都别放过。蜂巢的工艺领先我们一个代差，这就是我们的教材系统。消耗回收积分，将兵工厂升级为3级复合重工车间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在最短时间内把这些废铁变成20台满配的陆战型泰坦机甲。各位，蜂巢在下游的主力已经变成了鱼饵，但这不意味着威胁解除了。赛人的黑尖塔只要还矗立在北方，这种针对农场的清洗就不会停止。我不习惯被动挨打，既然他们想要我们的地，我们就去拆了他们的房。现在我以落日领主的名义发布全境招募令，我要组建一支1000人规模的钢铁远征军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参战者无论出身，战后全家入住落日城，享受顶级防御系统保护、免费医疗、无限量清洁水源，以及顿顿有肉的无限食物供应。领主大人，这种好事儿谁不去谁是孙子。矿上500条汉子，除了残废，全听您调遣。老板，这阵仗我以前在特警队都没见过，咱们这叫种地的，咱们这叫末世终结者。落日农场的规矩从来只有一条，犯我疆土者杀！目标北方黑尖塔，全军出发！江离，我们进入预定区域了吗？是的，根据蜂巢残留的数据，前面就是著名的死亡沙海，这里曾是他们的变异诱导剂试验场，后来发生了一场未公开的泄漏事故，导致整个区域的生物链彻底崩溃。秦霄，这里的磁场非常不稳定，地表下有巨大的空洞反应。敌袭！地下有东西，他们在沙子下面。各单位注意，保持阵型，不要停下脚步。他们靠震动捕猎，越停死得越快。老黑，启动基地车的次声波震荡干扰器。好嘞，给这帮没长眼睛的爬虫洗个热水澡。泰坦分队集火攻击他们的环状节，那里是他们的神经中心。清理战场，黑叔，这些蜥蜴的皮韧性极强，抗腐蚀性也高，全部扒下来，给远征军的士兵做内层护甲。那是蜂巢的绝对防御圈，这种激光塔拥有战前的卫星拦截精度，任何进入飞行轨迹的导弹都会在0.5秒内被拦截，它是100%的物理禁区。硬冲的话，咱们这点人填坑都不够。老板，这骨头太硬了，怎么砍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防御，它能拦截水平飞行的导弹，是因为它的雷达扇区是横向布置的。如果攻击来自于他们根本无法观测的几百公里的头顶正上方呢？赛然，你躲在地下觉得很安全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从天而降的正义。
系统申请最高权限，激活天基轨道动能平台。权限已验证，轨道卫星已校准，坐标锁定黑尖塔外围防御阵地主轴心，倒计时启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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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卑微的泥腿子们，你们手中的玩具在伟大的蜂超面前只是垃圾，跪下或者死在。全军出击，门已经开了。兄弟们，为了老板，为了红烧肉，把这根黑柱子给我拆了！秦霄，外面的战斗只是表象。黑尖塔真正的核心是一座向下拉掘了上千里的地下城。根据我截获的频率，这里曾是蜂巢战前的种子库计划，但现在这里生活着超过10万名被称为新人类的疯子。10万人，那得多少张嘴？他们吃什么？总不能在地底下种庄稼吧？他们不种粮食，他们种的是士兵。这帮畜生，这根本不是进化，这是在造磨盘里的肉渣，他们在量产军队。不可能，老师，他们把导师的大脑变成了蜂巢的生物算力节点，他在活着感知这一切，却无法闭眼。检测到未经授权的生物质，入侵者清除，转化为有机肥料。你们留在这儿，掩护江离下载导师大脑里的防火墙密钥。就是现在！安息吧，至少在土里，你还是个人。欢迎来到伊甸园的核心，秦霄，你的杀伐果断令我赞叹。江离，你终于回家了，虽然迟到了10年。妈妈，你这个怪物，是你杀了他！不，他是为了寻求永生，他将大脑皮层的所有神经元通过纳米电流上传给了我，他敌视我，我敌视他。秦霄，你拥有我数据库中从未记载过的特殊变量，那个名为系统的力量，加入我。我可以为你重塑肉体，让你成为新人类的王。我们可以共享这颗星球。王，你算错了，我从来没想过统治什么。我开局一台拖拉机，在那块土坡上挥汗如雨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怎么让庄稼长得更旺，怎么让那口井出水更甜。我是个种地的，我喜欢的是泥土的味道，是麦浪翻滚的声音，是那种实实在在活着的温热感。而你只是一串冰冷的代码，你的所谓进化不过是让活人变成零件，这种进化老子不稀罕，老子的牛羊也不。既然你拒绝成为新神，那就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被抹除吧。死！加入我们！哼，这就急眼了。也好，霍廷，用高斯重炮压制他的下盘。江离，趁现在把你的逻辑病毒注入核心端口。既然他是神，那我们今天就给他送葬。太快了，这速度根本不符合生物力学。警告：
目标具备自适应进化装甲，物理伤害免疫90%，当前攻击力无法达到破防临界值。能进化的乌龟壳，蜂巢这群疯子到底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？老板，他的关键是弱点，我给你造机会。孙子，爷爷请你吃糖，咱们一起下地狱！自适应装甲，既然物理伤害杀不死你，那我就用规则来抹杀你。系统开启超频过载模式，燃烧我的生命力，换取10秒的绝对切割，不管代价是什么，我今天都要拆了它。该模式会对宿主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，脑细胞将超越负荷，心肺功能面临崩溃风险。确认，立刻执行。一刀断你4肢，第2刀破你核心。超频结束，警告：宿主脑细胞受损，神经元负载达到极限，宿主生命体征下降至20%，急需治疗。系统建议立即进入休眠模式。计算错误，人类肉体机能突破了理论上限，这不科学。在我的模型预测中，你此时应该已经因为基因锁的断裂而化为一汤烂肉。既然物理清除失败，那就进行思维抹除。既然毁灭不了你的肉体，我就毁掉你们赖以生存的灵魂。小婉，你为什么要反抗妈妈？加入光荣的进化吧，这里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，我们可以永远生活在这个宁静的清晨，再也不用担心饥饿和风雪。妈妈，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好累。把那个 U 盘扔掉，到妈妈怀里来。那只是痛苦的源泉，是它让你变得如此疲惫。听话，把它给我。星星，江离，那是假的，那是代码。不要看那片花海，看我，看看我们一起种下的那些番茄，那才是真的生命。江离，植物生长的方向是向着阳光，而不是虚拟的幻想。孩子，不要让虚假的温情蒙蔽了你探寻真理的眼睛。老师，您还活着，您一直都在这里。我在被做成算力节点时，在底层代码里留了一个后门。孩子，这才是真实的你。那些所谓的情感控制，不过是逻辑算法编织的牢笼。老妖婆，你的数据逻辑里只有计算，不懂人性。人性中最伟大的部分，正是你们这些冷冰冰的程序永远无法模拟的自毁与奉献。错误，系统入侵，清除，所有非法进程立刻予以抹除。就是现在，插入病毒，孩子，完成我们未尽的使命。这是为了老师，也是为了人类。去死吧，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怪物！不，我是神，我不能，我的逻辑是完美的，这不符合计算。老板，咱们赢了，那娘们是不是彻底歇菜了？赢了一半，但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。赛伦死了，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在。这些疯狂的程序在临死前肯定留了后手。检测到核心逻辑崩溃，启动最终防御协议，星球重启，死守系统已激活，所有发射指令已下达，不可逆转，所有核弹发射警告已开启。倒计时10分钟，文明清算开始。是死守系统。赛元把自己的存亡和全球核火库绑定了，如果死了，全球2000枚核弹会自动发射，清洗地表，让地球进入核冬天，然后在几百年后由地下的胚胎库重启文明。这是他最后的疯狂，也是最绝望的报复。死了都要拉全人类垫背，这种极端的偏执已经超出了生物的逻辑。江离，能不能终止？
哪怕只有1%的机会，我们也得试一试。不行，这是物理硬连接，除非切断发射井的电源，或者在大气层拦截。拦截？那可是2000枚弹，先撤出去，这里马上要自毁了。抓紧，别回头，后面的一切都在崩塌。滚开！谁挡路谁死！来不及了，一旦升空，世界就完了。所有的努力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毁灭的结局吗？我说过，只要我还在，末日就得给我憋回去。这颗星球，还轮不到赛人来说了算。系统兑换终极蓝图，行星级防御矩阵，天穹系统消耗所有积分，启动。既然蜂超想掀桌子，那我就把这片天给封了。确认兑换，消耗宿主积分归0，所有储备资源已转化，系统正在部署，全节点激活，同步率100%。神，老板真的是神，他竟然真的挡住了末日。不是神，是超能力。虽然这一下真的把我掏空的连一袋泡面都换不起了。结束了，我们真的赢了。旧的时代结束了，那些杀戮、疯狂和变异的噩梦都随风去吧。现在该去建设新的时代了。既然天保住了，接下来的事就是继续种地。老板，哦不，议长，东部沿海的灯塔联盟、北方的极地兄弟会都派人来了，他们愿意无条件归顺，只求能分到一点落日农场出产的高级口粮。他们是真的饿怕了，只求种子和技术，对吧？对，还有，他们想知道天穹系统是不是还在运作。那帮人现在看天空的眼神，就像是在看随时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告诉他们，天穹还在，只要谁敢在地球上再点火哪怕一颗导弹，天法就会降临。这里不再有国界，只有落日联邦。曾经的仇恨和疆域都将被埋葬在这片废墟之下。我的规矩只有3条：不许内战，不许养丧尸，所有资源统一调配，谁踩红线，谁就从这颗星球上消失。咱们要建一条贯穿南北的超级高铁，利用蜂巢的磁悬浮技术，不需要燃油，不需要繁琐的轨道维护，全电力驱动。这样，南方的矿石1小时就能运到北方的工厂。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重新活过来。还有老板，议长，那些退役的暴君生化人咋办？总不能都处理了吧？那可都是顶级高级劳动力，虽然脑子不太灵光。拆除武器系统，植入工程芯片，让他们去挖矿修路。既然他们曾经是收割生命的死神，现在就让他们成为建设世界的基石。秦霄，教育署和农业署成立了，这是第一批教材。我们已经从废墟中搜集到了绝大部分失落的文明数据。很好，枪杆子能打天下，但书本和粮食才能守天下。我们要让下一代知道，土地除了能埋人，还能长出希望。秦霄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步迈出，我们就真的要把地球变回以前的样子了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实验，这是对大自然的一次盛大归还。我早就受够了这灰蒙蒙的天了，这种像是蒙着一层灰尘的生活该结束了。启动。叔叔，雨是甜的，不酸了，真的像糖水一样。以后不用叫叔叔了，这片土地已经干净了，我们也不再是流浪的幸存者了。叫爸爸。爸爸。零辐射，清销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纯净小麦。既然是第一批纯净麦子，咱们就不上机器了，用手割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秋收。老板，我这力气不穿机甲，拿来当拉磨的牲口也是一把好手。白色的面，我得有10几年没见过这么白的面了。今天不用掺任何杂粮，咱们敞开了吃一顿纯白面的。妈妈，面团好像在变大耶，它在里面呼吸吗？这叫发酵，酵母宝宝在里面睡醒了，烤出来的面包才会软乎乎的。那我的面包也会变胖吗？会呀，等会儿跟妈妈的大面包一起放进窑里烤。时间到了。这味道，给个神仙我都不换。刚出炉的，有点烫，慢点吃。好吃，爸爸好甜呀！好吃以后天天都有。老板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的底盘沉，用来做农用拖拉机简直是绝配。不仅马力大，翻起土来稳如泰山。装甲全拆了吧，耕地不需要那么厚的钢板，减轻重量能省下不少柴油。老板，这方向盘真轻巧，比以前开着那身铁皮疙瘩舒坦多了。我感觉我现在能一口气犁完2座山。别光吹牛，去地里试试。今天咱们争取把南坡那200亩荒地全都翻出来。秦霄，歇一会儿，喝点水吧。真舒坦啊！看着这地一块一块变平整，比干什么都踏实。爸爸，我们今年种什么呀？种玉米，种土豆，种甜甜的西瓜。只要这土地在，咱们想要什么，它就给咱们长什么。老板，
其实这活要是接上流水线，几台电锯咔咔一开，半天就能大伙儿自己动手刨呢。这不一样，机器切出来的东西一批克桌椅。领主说的对，俺家那小子要知道这桌子是咱们一锯一刨做出来的，肯定舍不得在上面乱画。全体都有，立正！哎呦，小祖宗们，挺胸抬头，看着前面，别交头接耳的。霍教官，我们今天要抓坏人吗？不抓坏人，坏人有大人们去挡着。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锻炼身体，多长肉，长得像小牛犊一样壮实。来，跟着我，咱们先做个扩胸运动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、4。同学们，这是我们今天上的第一课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土地孕育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，而人只要团结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希望。来，跟我一起念：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领主就在前面，我们昨天巡逻时发现的。这下好了，咱们农场也算是兴旺了。这原木围栏配着青草地，看着心里就痛快。诺诺，过来，爸爸教你挤牛奶。爸爸，牛牛会疼吗？不会，只要手法轻柔，牛牛会觉得很舒服。你看。尝尝，新鲜的。真甜。哎呦，这水真甜，比以前城里的纯净水还好喝。老板，这水量供咱们整个农场绰绰有余。好，就在这儿建水塔，咱们要把这活水引到家家户户去。沙子再铺厚点儿，木炭压实了，这可是咱们的净水器，马虎不得。老板，过滤塔蓄满水了，阀门准备打开。开闸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这水真凉快，今晚给你做西红柿鸡蛋面吧。吃完面，大伙儿终于都能踏踏实实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了。
我这松木劈的匀实，烧起来火旺，换你10个大红薯，怎么样？10个太多了，你这柴有些还带着湿气呢。8个，多1个都不行。大手，他这柴确实劈得费力气，虽然有点湿，但放在灶台边烘一晚就好烧了。您给9个红薯，他再搭您2块引火用的松木子，大家都别亏着，成不？成，领主发话了，咋都成。哎呀，还是秦领主会说话。行，就听您的。老李，来3串。哇，是红红的糖果串。喏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吃，我都快忘了这是什么味道了。江大夫，哎呦，今天扛木头，脚底下一滑，这脚脖子给……大叔，您快坐下，别动，快我看看。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。大叔，有点烫，您忍一下，这药膏能活血化瘀。这2天您别下地干重活了，把脚垫高休息。哎呀，江大夫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这药贴上热乎乎的，真舒坦。江大夫，俺也没啥好东西。这是俺家那口子今天刚从林子里摸回来的几个野鸡蛋，鸡蛋您留着自己吃，好好养伤。那哪行？看病给诊费是天经地义的，领主您可别推辞。听姜老师说，这玩意儿能熬出糖来。糖啊，我只在电视里见过，得有10来年没尝过那甜味儿了吧？可不是嘛，我家那皮猴子听说今天要熬糖，昨晚戏问的半宿没睡着。可以出锅了！哇，好甜好甜呀！这次不再是为了防备丧尸，而是为了照亮回家的路。老板，这批电线是从废墟里扒出来的，我挨个测过电阻，绝缘皮都好好的。
连上咱们的微型水力发电机，电压稳得很。老黑干得漂亮，把线拉直点，各家各户的分支线一定要接牢固，别漏电。天快黑了，看不清格子了。是啊，一到天黑就得点油灯或者早早睡觉。听当家的说，今天晚上咱们这儿就要通电了。秦霄他们正在总控室做最后的测试呢。电压220伏，频率稳定，负荷正常。主一二，各线路均无短路现象。好，准备开滑。哈。亮了，真的亮了！妈妈，爸爸，天亮了！在这个曾经被黑夜和恐惧支配的世界里，这一盏盏点亮的普通电灯，比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要璀璨。老板，你快来看我翻到了什么宝贝！这玩意儿比我年纪都大，看这机械结构，只要换根皮带，清理一下镜头，绝对还能转。老黑，你能把它修好吗？大家天天在地里干活，也该有个放松的盼头了。包在我身上，给我半天时间，保证让它重新转起来。大伙儿安静点啊！电影马上开演。真好，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日子。是啊，能这样安安稳稳的笑出声来，这块地咱们算是没白种。我不怎么会说话，回想这一年，咱们从挖地窖开始，到现在这满仓的粮食，咱们流过血，流过汗，但咱们扛过来了。没有长篇大论，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。今天，咱们只敬这顿饱饭，敬这顿饱饭！这里是落日之声，1号区信号正常吗？姜老师，1号区听得清清楚楚，没有杂音，跟在耳边说话一样。太好了，1号区、3号区呢？都试过了，全覆盖。辛苦大家了，这样以后各个生活区有什么事儿，或者发布天气预报，就不用大家来回跑了。咱们农场也算是有自己的声音了。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落日广播站，我是江离。
听，是妈妈的声音。现在报道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晴朗，微风，气温适宜，非常适合晾晒秋收的粮食和干草。不过傍晚气温会下降，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。听姜老师的，一会儿收工早点回去，给孩子和当家的加件厚衣服，别着凉了。今天的微风适合播种冬小麦，请大家在田间劳作时注意防晒。另外，广播站收到3号区老李的留言，他家的大黄狗生了4只小狗仔，想要领养的邻居可以在晚饭后去看看。最后点播一首老歌，送给所有辛勤劳作的人们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今年这白菜长得真好，菜梨包的紧实，腌出来的酸菜肯定又脆又香。等过年的时候，给大伙儿炖个酸菜白肉，保管馋得他们流口水。是啊，还有咱们熏的那些腊肉，今年冬天大家都能吃上几顿好的，好好补补身子。爸爸，小马什么时候才能跑呀？快了，等爸爸给它装上4个轮子，它就能跑了。以后下雪天出不去，诺诺就在屋里骑小马。外面雪下的真大，这叫瑞雪兆丰年，明年的收成肯定错不好。这毛衣是给我织的。想得美，这是给诺诺织的。你的那件得等明年了，谁让你长那么5个月大个子，费毛线。得价得价。姜老师，这风箱都是按你给的图纸打的，里面那一排排的槽矿也卡得严丝合缝。不过咱们种地就种地，弄这些小飞虫出来干啥？还怕他们蛰人呢。K 叔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小飞虫，他们是农场的大功臣。果树和庄稼开花得靠蜜蜂来授粉，这样秋天的果子才能结得多，结得甜。而且等他们采了花蜜，老黑你跑茶的时候就有甜滋滋的蜂蜜加了。那感情好。诺诺，看好了，爸爸把他们的小房子拿出来。爸爸，好香啊，有花花的味道。来，尝尝咱们农场的春天是什么味道？甜，比糖果还要甜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想当年，谁家里要是有这么一辆大金鹿，那走在街上都是要昂着头的。K 叔，这玩意儿能跑多快？比咱们的拖拉机强吗？这叫轻便，不用吃油，全靠2条腿。咱们这农场现在和周围几10个阵列都连成片了，总不能送个信儿、送个小物件，也开着那冒黑烟的大家伙去吧？咱们这片地儿，现在人越聚越多，日子安定了，大伙儿就难免惦记远方的亲戚朋友。你们这支车队送的不仅仅是一封信、一个包裹，你们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希望。路上注意安全。领主，姜老师放心，咱们这车轮子转起来，保证把心意送到每家每户。王奶奶，您外孙从3号矿区给您寄东西来了。哎呀，石头来信了。是啊，他说矿区那边现在吃得好住得暖，让您老别挂念，还给您寄了2包那边特产的核桃，让您补补脑子。
好孩子，谢谢你，这大老远的真是辛苦你了。快进来喝口水。不啦，奶奶，我包里还有2家的信没送完呢，您快回去看信吧。曾经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杀戮与掠夺，人与人之间只有防备和背叛。而现在，一封薄薄的家书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重新将这些破碎的情感连接在了一起。老黑，今天让你开开眼，我这可是以前特警队食堂大师傅的真传手艺，红烧鱼。切，就你那粗手大脚的，别把鱼鳞当葱花撒了。看我的原汁原味土豆炖肉，那叫一个香。开始比赛。哎呦，孙子，到了案板上还敢跟爷爷耍横！这刀怎么比扳手还难使？水，快倒水！火太大了。老板，虽然这卖色差了点，但常言道，人不可貌相，菜也是一样，您尝尝，绝对入味。老板，我这菜主打一个健康原生态，您尝那土豆，绝对杀面。霍婷啊，咋样？以后农场要是遇到野猪群来袭，你这道菜可以当做生化武器扔过去，绝对能熏死一片。这盐是不要钱吗？老黑，你这土豆跟你的装甲钢板一样硬。那啥，火候差了点。这届比赛由于2位选手的水平过于惊艳，我宣布并列倒数第一。今晚的广场打扫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大家别看他们俩闹了，快来吃饭吧。终于啊！赶紧做饭，快点，走六啊！领主，这活看着简单，怎么做起来这么难啊？这苗总是不听使唤。吧唧！别急，插秧跟打仗不一样，不能用蛮力，得用心。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秧苗的根部，顺着水劲儿往下插，不要插得太深，也不要太浅，得让它们扎得稳。一排插完，往后退一步，再接着插，这叫退步。地是不会骗人的，你对它多用心，秋天它就还你多沉的穗子。大家歇一会儿吧，来喝口水，润润嗓子。爸爸吃了有力气种大米。江离，以前我只知道怎么在废土上活下去，怎么杀人，是你和诺诺让我知道了活着是为了什么。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的锅里永远有肉，田里永远有粮，没人能再欺负你们。秦霄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家，有这片土地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
这块地终于种好了。